全球3个人种里，到底谁的进化更完全？又为什么说我们黄种人才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类呢？这些区别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人种进化。在日常生活里，许多人总有个错误的认知，觉得聚居于西方的白人好像天生就比其他人种高人一等。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白人国度发展最快，经济最发达，在各种力量型角逐里，白人好像也是肌肉最多、最具实力的群体。各种科研层面，西方技术又总垄断在其他地区之上，还让不少人产生了白人天生就比其他人种更胜一筹的错觉。而事实真如此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简单了解人种的概念。什么是人种呢？广义上来讲，人种又叫做种族。咱们可以根据人类身上不同的遗传特征，将人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群体。这些特征包括肤色、发色、瞳孔的颜色等等。在大概念里，人类一般被分作3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那为什么说这是广义的区分呢？因为严格来讲，人类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区分。无论哪个种族，我们的身体构造都基本相同，属于同一物种，如今被称作智人。而黄、白、黑3个人种的差别，充其量也就和猫猫狗狗的毛色品种差异类似。那么问题来了，既然3个人种间的本质差异不值一提，那是否说明不同人种在进化程度上并没有实际的高低之分呢？话也不能这么说。虽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几乎都认为人种间不应有3、6、9等之分，每种人都是平等的存在，但不同人种间所表现出来的体格等各方面差异却实打实存在。早在1995年，我国就有科学家从全国不同地区615人的脚部 X 光片里发现，其中73.3%的人第5根脚趾都只有2节指骨。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因为根据以往人类学的观点，多数人类的第5根脚趾，也就是小指，一般有3根指骨，更接近于我们的祖先猿人。这个发现却打破了以往的观点。中国科学家发现，国内实验者中多数第5根脚趾只有2节指骨。那这个实验的意义为什么能证明黄种人的进化程度最高呢？就在我国科学家得出了这个实验结论之后，2位欧洲科研人员对此十分好奇，也纷纷在西方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他们总共观察了800余位欧洲人的脚部 X 光，竟惊奇地发现，其中只有37%的被实验者第5指为2节指骨，其余63%全部都是3节指骨，与人类早期的认知吻合。欧洲人不信这个邪，又跑去日本做了相同的调查，最终发现，在接受调查的约300名日本人里，有73.5%都只有2节指骨。这里相关学界大为震撼，震撼的点在哪里呢？众所周知，进化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当下环境，逐渐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因此进化程度越高者就应越差异于自己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是猿，在猿生活的时代，他们需要强健有力且灵活的脚掌脚趾，以赤足在地面奔跑行走，所以其指骨数量更多。但如今的人类早就脱离了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我们穿鞋走在平坦光滑的地面上，自然不需要类似于猿的脚趾构造。于是经过进化，人类指骨越来越少，但现在咱却发现东亚人种的指骨数量普遍比西方人更少。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黄种人比白种人进化程度更高的体现。另外，脑容量的不同也在印证这一结论。2020年，英国科研人员理查德·林恩就通过多年的调查实验，并根据脑容量的不同得出了一个相对严谨的结论：东亚黄种人的智商普遍高于其他任何种族，平均值达到了107左右。其次是欧美白种人，平均90到100，最次为非洲人，平均智商在60到80左右。这项实验无疑证明了黄种人比其他种族在脑容量上进化程度更高的事实。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有关黄种人进化更完全的证据还有许多，比如黄种人毛发更少，更区别于猿类；黄种人的体味也更小，不常出现狐臭的困扰。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多项实验都证明黄种人的进化程度比西方更胜一筹，那为什么如今咱们亚太地区却没有欧美发达呢？答案很显然，曾几何时，亚太应有辉煌的华夏存在。本是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古人凭借非凡的智慧，创造了无人匹敌的4大文明，无论经济还是科技，都在世界首屈一指。但这种人种上的天然优势，仍然敌不过历史沿革中部分人做出的错误决定。封建末年，清政府决议闭关锁国，令原本领先于世的华夏文明惨然衰落，倒退若干年。这可不是凭借人种上的那点优势就能简单弥补的呀。